今天播客有一位千呼万唤的嘉宾，你知道你在我的千呼万唤吗？真的超多人喊我跟你录播客的。 Oh my God， 没想到吧？没想到。感觉自己现在很红嘛？我只是觉得能上老板的，哎呦妈呀，得了吧，哎呦，吓死了。这是我的校友，是我的师姐，对，我的师弟王安宇同学，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我看着长大的孩子。阴地的，怎么忽然妈味这么重？确实是。我们合约是不是快到期了？还有1年，但是会有未来的，我相信。我认识王安宇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小孩，大二的时候吧，19岁，刚刚上大学，大二，对，没错。就被我们截胡了。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的。我刚认识安宇的时候就觉得，这小孩长得挺帅，人有点呆。现在人也变龄了。变龄了吗？变龄了。那是夸奖。你觉得这10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比如说你当时签约我们的时候，你那时候想过你1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或者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以前好像有回答过这种问题。因为签约的时候，我要的要求其实就是保底工资，是的，和一个固定的住所。因为我们当时横向对比了好多家公司，原来是靠这2点打动你的。然后万万没想到，因为我们的条件有这个保底工资，加上租房的合约在，其实当时想法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白领。拿一个能够像大城市生活的白领一样的生活的境况就可以。可是你当时读广院播音专业，不是想当主持人吗？其实更想做一个类似于现在在做的这种，就播音员或者是电台主播。你现在也可以做，你开个播客不就行了吗？播客其实还是这2-3年特别兴起，但那个时候感觉还没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会儿就是午夜电台主持人。你是喜欢听电台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当过我们那边地方电台的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员，就是小喇叭工作的那种吗？不，也是跟大人一起聊天，给大家开心，然后给大家放歌这种。所以那个过程是快乐的，开心的。每周5放学之后，我就会去余姚电台。那时候有收入吗？肯定没有啊，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对，然后那会儿的嗓音条件就还可以。就被选中了。对，就被选中了。那小时候的你是那种招人喜欢的小朋友吗？我觉得是吧，因为我从4年级开始学打鼓，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会一项乐器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小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变胖，所以依然有着比较潇洒的容貌。初中到小学吧，就到发胖之前，我觉得都还挺受欢迎。因为我还记得有一张照片，我在敲架子鼓，然后旁边有很多同学围着我一起跳舞的一张照片。虽然没有太清晰的印象，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还可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变胖的？5-6年级吧。然后胖了多少年？胖到发育之前，差不多初3高1这个样子，胖了3-4年。那就是15岁16岁，那就是青春期的过程是在一个胖胖的身体里存在着的，是在一个被拉长的过程里。因为刚开始身体开始出现变化的时候，就发现个子变高了，但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感觉抽条了。我觉得有个变化的过程，有个小蜕变。这个过程中依旧还是很受欢迎的嘛？在蜕变的过程中嘛，又开始变得受欢迎。我觉得因为胖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被人欺负。受不受欢迎这件事情在你的生活中重要吗？他人的评价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不管是讨厌或者是喜欢都会有影响吧。今天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觉得这个是从小会带到现在的一个习惯。你会视之为一个问题，然后想要去解决它，还是？对，完全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写过一句话，过于关注你们的评价会影响我的判断。就是我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是不利于我自我进行判断的，但是依然是一个修行在功课当中。因为我是个完全不在意他人评价的人，但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在意，他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就第一个过程其实是因为我做经纪人嘛，陪伴过很多艺人的这个过程，就我发现其实好像他人的评价除了影响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情绪之外，他影响不了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成就是由喜欢他的人决定的，不是由讨厌他的人决定的。而大部分讨厌的人给你的负能量，就是会影响你的情绪。后来我就发现，真实生活中那些接触过你的人，那些跟你合作过的人，他其实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太会受到这种外界的评价的干扰。这是我意识到第一点。从很功利的角度来说，他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没啥，就是没啥影响吗？对，就没啥真正的影响，而他唯一影响的就是你的情绪。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有意识的，既然它是影响我的情绪，那我调整我的情绪，我就不受它影响了，我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感知。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自我变得很强大，之后你对自己的判断很确信，比如有人说你胖了，你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胖了，或者是不是胖了以后变得不好看，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胖了，我是不是要去调整我的形象了。但是比如像我就很确定我胖了瘦了都好看，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好看的，所以我就不会受到他人觉得我胖瘦对我的影响。明白。这种感受是你对自己的笃定。这个笃定我之所以自信，是因为我有些并没有的优点，别人夸你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我没有，我不会因为他说的是好话我就全然的接受。就是有一天当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要做到对批评毫不在意的时候，你要对赞美不为所动，其实你就可以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体的。因为很多人是只能接受好听的话，夸我的，我说好的好的，骂的就听不进去，就骂的你有病，这是不行的。就是他得一视同仁，你是不介意的时候，不是只听不介意不好的，好听的你要不介意，不在意，他不波动你，那你就可以平静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而且我现在我觉得我个人的状态更在反面，就是夸赞的时候我会有一定保持怀疑态度，然后负面的能量或者情绪反而会吸收的更快一点。但我觉得负面评价只能影响情绪，这个我虽然道理懂，但是我还是觉得第二点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更直观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先让自己变强大这件事情。最近就发现就是心态真的很重要，虽然说我还是一个坚定唯物主义者，但是唯心主义的一些东西其实有在影响我。3-4年前跟现在发生过一件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那一件事情就影响了我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相同的事又一次发生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了，但现在就会更快的调整好状态，甚至就是不到1周3-4天，但那个时候可能有1个月的时间内耗了很久，但现在就会比那个时候速度更快，自我调整的速度更加有效率。我觉得就是可能比那会儿更强大，就心境强了很多。我昨天见了2波朋友，就给他们推荐了一个方法，叫做祥林嫂治愈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感受到你被冤枉了或被委屈了，你就开始抱怨，见人就抱怨，就使劲说，释放我太惨了，我怎么这么惨，他们怎么样，说到那一刻你把自己说烦了，你就会觉得哇，我为什么一直在唠叨这些事情，我也太没用了吧，我怎么每天在唠叨，然后那一刻你就好了。就是你把你的负面情绪推向一种极致，推到一种我也不处理它，我也不积极的鼓励，我就让自己烂掉，然后烂成一滩泥之后你就可以重塑。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我觉得下次你可以试试。 OK， 就像有时候比如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我知道持续吃不对，我就吃到我吃到腻，在那一刻你就可以不吃它了。就是这是我经常拯救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阻止自己的负面情绪，就让它流淌过去，终有一个终点。因为一件事情不可能没有终点，那你不如快速到达终点。你就让自己消耗殆尽尽了就好了。明白。因为我非常相信能量是流动的，就是否极泰来，一个事情烂到头了，它就一定会好起来，就是波峰波谷嘛。所以在一个事情很好的时候，我也通常会有警惕心。对，说好听点叫运筹帷幄，实际上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下一步就会不好了，有时候我会提前让它不好。当你这个事情不好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朝哪个方向不好，但是你提前让它不好，它是不好在控制之中。对，其实这是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像可能一个冰淇淋，融化了它就要坍塌，你不知道它从哪个角落坍塌，可能你会粘在手上，粘在衣服上，但你给它挖一个口，它就从这流下来，那你就知道了，你是可以控制它的。
从物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熵增定律。对，就是比如说一个球往地上扔它一定会停下来，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阻力，这个阻力最终会让它停下来。你看我们公司不是老变来变去嘛，就一个公司它一个模式运行久了，根据物理学的熵增定律，它就一定会出问题，最后一定会毁灭。所以你要在它的自然毁灭发生之前你先动，然后它就破坏它的运行轨迹，然后它可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又可以继续滚下去。你看我经常有一种断尾再生的状态，就一个事儿好好的大家都觉得好好的我忽然不干了，然后我干个别的事情，是因为我已经看到那个趋势了，我就会掐死自己，然后再换一种方式。突然你的很多行动变得合理了。我都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比如作为经纪公司的老板的我和你，你看我的很多行为你会觉得很荒谬吗？或者很不合理？其实还好，因为我也水平嘛，然后也有的时候会做出类似的举动，但是反而我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你这么有魄力吧。就比方说我真的就出国了，然后国内你们然后我要提高我自己啊，包括我选择一条路，就是我要去看我没见过的世界什么的。因为2年前我也有过相同的想法，我甚至比你还对留学嘛，真的就是更早一些就出现这个，所以你能去的时候我还有点羡慕你呢。就是确实可以放下手头上的一切，真的是去看一下自己想经历的事情，或者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怎么样。你又之前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好好工作但我确实自己也认为现在还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吧。对，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这个40岁去留学，是因为这个你觉得晚吗？我觉得这是正好的时候，因为我再早一点去留学，其实我觉得我跟所有的留学生是没有区别的，我就是体验了一下在国外的生活。但我现在去留学，我是可以直接走进我们院长的办公室去跟他谈合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哪怕是同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做的时候，它的收益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你的事业现在正在上行阶段，在这个上行阶段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你的事业走到更高的地方去，这个时间的有效利用是最高的。大家都高密度工作的时候，你投入在工作里，它回报最高。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减产嘛，很多事情其实你都做不了。那我走1年，其实可以跳脱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个世界的变化和我个人的能力里，去找到一个我更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觉得它就很值。那你觉得找到了吗？找到了。是什么？接下来第一个，我现在在做我们的播客制作公司。我观察到一个趋势，就前几年短视频不是很流行嘛，包括短剧的爆红。但我现在发现，其实短剧是一个情绪过渡产品，就是很多人对短剧很上头，但他可能看1个月他就再也不看了，就是这个东西他就腻了。我认为还是长的有质量的东西是会打动人的。虽然我们影视剧在减产，但是精品的作品它是一定会持续存在着的，这第一点。那么我也发现到很多人其实比如我们的播客为什么流行起来，是很多人真的想听一个完整的表达，他想沉浸式的在一个声音里或者在一个故事里。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慢速的但必然有增量的过程。我觉得未来的商业啊，一个事情服务一类人，那有的人就喜欢短平快的东西，有的人就喜欢深度的东西。短平快的东西可能我们都不喜欢，那我们就不为他们服务，我们为那些我们可以服务好的人服务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做这个播客制作公司。明白。然后第二个，我在做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超级创作者。未来会产生综合性人才吗？对，我觉得未来会产生很多新的超级创作者。就是我对 AI 其实是没有恐惧的。比如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我看到我有一个同学，他在 Instagram 上做了一个账号，他就是用 AI 做小动画，他1个月之内涨了几百万粉丝。我看到很多作者，他可能过去只能写文字，但因为现在有 AI 了，他可以把他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呈现。对，这个时代其实给那些有想象力的人更公平的机会。你过去你可能得拉投资，你得找演员，你才能完成一个视觉作品，但现在其实你有想法就可以完成。所以我其实是想广泛的去找到这些年轻的有想法的，他也不一定是年轻的，他可能就不是干这行的，但他是有想象力的有故事性的人，把这些超级创作者找出来，做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我觉得蛮好玩的。包括你演员这个职业是被动的嘛，你可能过去要演一个角色，你必须得等有项目发了找你了，但现在其实也许你有机会就利用自己的想法，就去完成就好了。因为真的
现在创作成本比较低了嘛？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会有一个综合能力特别强的人，对于那些什么都会一些，特别文字功底特别强的人，他们反而在影视这个 AI 时代里面会有一些更好的展露自己的机会，就是因为现在生成的指令的方式就是输入文字，然后通过语言的指令去把一个画面变得更流畅，然后剪辑变得更，其实就是那些擅长做文字工作的人反而会。对，现在他是用文字翻译成画面，他以后可能可以用语音翻译成画面，但现在用语音到文字到画面也行，其实对，或者甚至以后更有想象力，你的想象可能就可以接为画面。技术的迭代其实是让创作更平权。就过去是有资源的人才可能有机会，是现在可能你有想法就有可能性。对，确实。前段时间看到抖音上我在看一个视频，就是两个很年轻的人，好像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吧。以前他们是演员，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演长剧或者说精品剧这种东西，但他们就靠竖屏，一个男孩当导演，女孩当编剧，然后他们所有的剧本、所有的妆发都自己来，拍摄也靠自己掌机，看起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的感受，但最后他们出来的作品非常好，质量非常的高。有几百，反正真的几百多万赞吧，做了一个系列剧的那种，然后我是看哭了，真的很好看。你要说他们是短平快吗？就是他们的承载的媒介可能是他们是短剧，他们确实是短平快的，但是传播的效益以及他们那故事的内核其实是家国情怀的，且蛮有意义的。他们能把自己的创作理念、想法，然后包括好的剧本，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用大家都用的媒介去传递出来。我觉得就是现在短视频能够给影视行业带来冲击，对，但 AI 肯定又会有一波冲击。我觉得，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除了微表情可能还有一些瑕疵之外，其实可能我刷到很多的 AI 短剧，已经慢慢很难看出来，那个边界越来越模糊。对。然后演得挺好，而且真的有几帧吧，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我就觉得肯定又是一波冲击。但是你要说真的让我去学习 AI， 我现在反而还没有这个动力，就是也是因为一方面我也不觉得长剧市场会没落，因为还是会有大家会喜欢真实，然后喜欢表演，喜欢那个真的情绪流动的那个状态的人，然后我又还在努力中，所以现在有点分不出精力去那个东西。但就是 AI 所有的新的东西我也还是持一个开放态度，反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愿意去学习一下。此时此刻的你就是面对其实长剧开的越来越少了嘛，这个世界急速的变化，你会有茫然或者惶恐吗？其实会有一点焦虑的，特别是比方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各有原因吧，反正就延或者直接就没有了，那个时候特别焦虑。所以年初的时候把工作几乎排满了的一整年，其实我觉得是对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的一个心理的折射，就是我希望自己不会在这个状态这个市场环境里面没有工作。但是排满的人真的很少，愿意排满且同时能被排满的人是很少的，因为我有全公司演员的这个状况嘛，所以我现在可能就处在一个把自己工作填满，然后又好像还有点能力能够把自己填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了今年这个样子。我有一个其实我这个身份不是特别应该问，但我确实有点想问的问题，你想结婚吗？我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倒是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冲动但是我爸妈包括家里面是会有一些压力的，就比方说前2年的时候妈妈还会说不着急，然后事业要紧，但外公外婆可能就从3-4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年纪也上来了都等着有抱孙子抱孙女。外公外婆不懂嘛，他们就会刷我演那些片段，我合作的女演员们。前段时间不是还跟那个小童有绯闻吗？但我们俩真的纯纯的朋友，他们都信以为真了。对，闹了多荒唐。那你自己有一个画像吗？就是你的未来的，对于另一半的吗？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自私的想法吧，希望大家能够支撑彼此的事业，然后情绪上我是一个希望更被包裹的人。可是你也不任性啊，我也没觉得你是个任性的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外放的人，但我的内在是蛮作的。我觉得就是我对一些精神或者说一些性格要求还是挺作的。我觉得你不作，你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你不委屈自己。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如果明确要一个东西，我是很清楚的，比如这是我的底线，请不要侵犯，然后这是我想要的，我会努力去争取，就是不会随意妥协。但我不觉得你作，我反而觉得你是边界感挺清晰的人。
就是我有红线，但我的红线很低。就我有原则，但我的原则拉的下限不是那么的高，我觉得。对啊，因为我的感受，你是一个蛮好合作的人，蛮好，因为周围的人对你的反馈都是。但我反而觉得这对于我的性格来说是一个就是喜恶同音吧。我讨厌我自己跟喜欢我自己的点是一样的。你不喜欢自己这样子很好说话？对，但是我也很开心自己最后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就有的时候他确实是在社会关系里面会觉得你的人缘还可以，或者说大家愿意跟你合作，愿意跟你分享他们自己，是因为你的性格，所以我会觉得还好这样。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性格，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棱角的人，或者是太容易被揉捏的人。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些戾气，带着可控的戾气，让大家知道就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你知道吧？我懂。就像我经常被人评价说我很强势，我就会很困惑，我很强势吗？我明明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啊。就是你的红线，你的底线拉特别高啊。然后我有时候问我的好朋友，我说我强势吗？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怎么会对自己有这个怀疑？你怎么可能不强势？但还好，我觉得我在你这里没有过体会。对，我就觉得我不强势，我只是很坚定。就是我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他们说这就是强势。我说这不是清晰吗？就是我感觉一个人清晰，别人比较好跟你合作，就知道这事咱就不要弄了。明白。这个事肯定行，就是很清晰嘛。但是我确实棱角比较多，就是对，这个是我觉得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而且其实你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反而是你可能把你的条条框框摆在对方面前了，就是觉得对，至少是敞亮的。我常常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搞一个，比如说我的使用说明书，你是我的合作伙伴，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这些事情是怎么样。你知道你们每个艺人，我们公司有一个叫白皮书的东西吗？好像听说过。对，我们每签约一个艺人，包括他的团队就要总结他的喜好，他的一些工作方法，他的一些禁忌和怎么样跟他沟通比较好。发现我的禁忌是没有吗？你的白皮书比较薄然后这样子以免团队交接的时候他会不知道，就不用把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嘛，他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在公司执行下去。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第一，我非常相信总结的力量，就一个事情你写下来你一定会更确信。我们每新签一位客户，我们会采访他，采访完了之后会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白皮书，这样子也会跟他本人对称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没有误解你，这样子就会通过一些固定的问题其实比较好了解一个人，至少生活习惯啊，或者什么一些工作的喜好啊等等。就像有的人可能他一定要看剧本，但有的人就一定不要看剧本。不是说看剧本，就举个例子，这一类事情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如果在一个工作机会里被换掉了，他会希望你不要告诉他原因，或者你换一个好听的原因告诉他。有的人就会希望你直接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真相，到底是为什么，不要掩饰。所以就是每个人是真的不太一样的。是。然后从他这些喜好里，其实你就会更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习性都有的。这个点做得很好，但确实在我身上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变来变去的。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上，比方说某个项目，然后有的时候我又不希望你告诉我，我自己都拿捏不好我自己，但反而就是怎么样也都可以。就是一会儿你会想知道真相，但一会儿呢又不是每个时刻都具备知道真相的勇气，它其实蛮难的。因为像有的时候我比如说上热搜或者干嘛，我也不会想打开微博，我就觉得知道了就这样吧。所以他们会问我，比如说我们要随时向你汇报这个事情处理的情况吗？我会说不想知道，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处理。今天的吗？今天连我妈都来问我了，太好笑了。我始终觉得外界的声音是一种干扰，没有人能保证真的不受它干扰，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其实先隔离一下，但你知道有人在帮你处理就可以了。因为你自己会带着主观情绪处理的时候，哪怕是我自己，我都会忍不住会犯一些错误的，是没办法的。我刚才问你的那两个问题，就是你想要结婚和你的理想型。理想型打完了吗？理想型差不多了吧？理解你。对，然后当然自私的一面就是外在形象的条件。这不自私啊，这不是。当然这个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对，然后在这一方面之外，我觉得内里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有情绪包裹性，就他不是一个特别蛮不讲理的人。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然后也是会感恩的人，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但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画像，我说实话啊，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看感觉的人嘛。这两个问题是李颖让我问的。really？ 他说你问他一下。我说你自己为什么不问他？他说我不问，你去问。他没有问过你吗？他没有问过我。你觉得你跟他之间的沟通是可以做到所有的问题都完全不行？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莹姐，我觉得
我们关系真的有点像母子。虽然年纪上他还完全年轻到做不了我的妈妈，但沟通关系上会像，就是会因为大脑的逻辑方式跟理解某件事情的想法是其实完全相悖的，然后看剧本的喜恶和想法对某个人的评判就经常是南辕北辙。我们前2年全公司高管开会，他非常认真的表扬了你，并且进行了自我批评。在哪一件事情上？在选剧本这个事情上，就是他说你之前会选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演的角色，但是你去演了之后，他看到你是真的在发光，他就理解你了。因为我觉得演戏这个东西对于演员来说还是蛮主观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市场上或者说在大众眼光里面它不是一个所谓好的剧本，但是如果我个人喜欢这个角色，喜欢这个剧本，那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充满激情和热情。可能原本文字上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剧本，它会被演得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可能某个剧本大家可能看起来它是市场的，它是有受众的啊，配置很好啊，导演很棒，对手演员很厉害，但你自己对这个角色没有那么的热情的时候，你可能整个剧的质量还不错，你那个角色可能就在这个剧里面被淹没了，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跟莹姐经常是吵架，这很正常。对，但是因为也是知遇之恩吧，然后也是大家心里都100%相信，知道对方一定是为你好，就这个信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即便是他做了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个决策，或者说了我完全无法接受的一句话，就当下我还是会觉得原谅或者说你一定有你这么做的原因。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信任。我觉得就可以了。信任就是那种哪怕你今天说了一句很伤害我的话，我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对。你记不记得10年前我们有一次团建，就是我们在哪里的合伙人还有你们，当时我们新签的那批新人一起去了一个郊区的地方团建，我好像记得晚上还有一个烧烤，第2天大家还有那种滑钢索之类的活动，我有点不记得了。就是那是我们唯一一次组织跟艺人团建，那时候你们还在做培训反正中间有一个周末大家就一起去，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有这么一个事情。但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事，因为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们所有人说过，可能10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命运会天差地别。然后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是，我觉得我其实经常会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画面，就大家都在一起较着劲儿，然后想要让自己在培训的那某一节课程里面拿到更高的分数。我们还有很多汇报演出里我要拿第1，要拿第2，就现在回头一看，就当时走得很近或者说比的最较劲儿的朋友们反而可能都没有在做这个行业了，或者就是散落在江湖，就还是蛮唏嘘的。这1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我熟悉的人他可能是个巨星，然后他没了，就消失了，从这个行业里面消失了，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有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朋友，然后忽然变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很多人跟你很亲近的人也就不在这个行业里了。就是这个世界10年是个感受好像很快，但其实它是个巨大的空间，让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变化的空间。我们公司12年了，想想这都是很快的事情。我们公司才12年吗？对啊，你快10年了。哇，那我也是老员工了，我是原始股了，算是。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大群，有所有的员工在那个里面，然后每次有人加入的时候，大家就会欢迎他，然后每次有人离职的时候，大家就会送别他。我在那个大群里，我从来不欢迎任何人，我也从来不送别任何人。我对离别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多次了，所以我会有一种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只是你不知道在哪个当下发生的感受。我会经常说一些就是想走就走，每个人应该尊重自己这样的话。然后我经常被我们公司的其他人批评说，你作为老板不能讲这样的话，你要告诉大家要留下来，要怎么样。但我好像没有办法讲这种你知道很企业家的那种发言，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从内心就是觉得工作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应该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你在这里有所得，你就继续留下去，如果你有更好的得，你就不要在这里耗着。完全赞同。对，但是包括我跟艺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的，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他不必一定要跟我合作，我们可以是朋友，或者他有自己其他的选项，我都非常的接受。我没有办法做那种
种，虽然我觉得我有很强的这个能力，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人洗脑。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这能力太强了，所以我给人洗脑的时候没有成就感，我就没有办法给人洗脑。我觉得是你自己的人生足够丰盈，不至于说要去依靠某个人的存在来证明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的话，就会对人来来往往没有那么的。但有的人他可能更依附于别人的情绪，或者更依附于某个人对他的评价，是他就会更需要说这个人一直留在他身边，或者尽快离开。他可能是承载不了这个东西，所以最后还是自己强不强大。我看到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工作里逐渐迷失自己。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是服务艺人嘛，所以你经常会去一些光鲜亮丽的场所，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一些我的同事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比如说一定要买名牌啦，或者一定要穿的怎么样子啦，就我觉得那只是我们的工作，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后来我又发现，可能我创业之后，有很多人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所谓的操控艺人，或者一定要留下他们，不管是正向的或者负向的手段吧，我也不能理解。就我觉得自己的时间不是最宝贵的吗？你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一个，我觉得就像谈恋爱嘛，如果你都不爱我了，我会要下跪的抱住你的大腿挽留你，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啊，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不平等关系。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我这样对吗？因为我好像太不会这样子做了，但是我又确实知道我没法那样。就在这个视角看你的心态跟看他们心态，我都完全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的人出现，就是说我得不到你我就毁了你，或者是我跪着求你留下，就是希望你不要离开，我完全都能理解。那你现在面对工作呢？比如说你上了一个综艺或者上了一个戏，你对它最后呈现的结果是会有一种强渴望，还是就比如拍完就完成了？我以前会对某个戏播出的效果有很强的渴望在意，不管是评价还是它播出的效果，但后面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自己充满期待的东西它反而不一定能够成功，然后我自己没有太在意的反而还不错。我打个比方说值得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很喜欢的角色，成片的质量我觉得也是很高的，只是它可能内核相对有点悲，前期又特别的欢脱，它有一个巨大的表演落差，也有一个很长的人物线，所以可能就需要足够的观影耐心和愿意跟人物去共情的一个观众的心态，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他如果只是日常生活追剧，他肯定追不下去，大家又可能不太喜欢那么悲的故事情节。但是我自己在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爽的。但比方说小巷人家、花少和现在就出发去参加这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说我要靠这个项目证明我自己多么表演有进步，或者说我希望靠这个被大家喜欢。比方说去花少，我当时想的就是那段时间好累，我想旅行，团队就说那我们就给你找一个旅行综艺啊，这样你又能工作又能玩。结果累的我真的是，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个综艺到现在还没有播，叫真正的勇士，那个是最累的，当时也是有这个项目去，然后就参加完之后，我觉得我所有的任何再苦再累的综艺我都可以参加，因为那个真的太累。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我想去旅行，然后他们就说那给你介绍一个旅行类综艺，那就又当休息又当一个曝光呗。当然也是运气好碰到了特别好的组合，然后大家人都很棒，这一段旅程也很好，不管是当下还是播出之后，哪怕是到现在我依然觉得都是特别特别美好的。然后再到小巷人家，当时去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跟正午的关系还不错，我们之前也有过合作，然后他又在我的老家拍，那个戏是拍的非常的轻松，4个月吧，我大概只出工了40-50天，剩下的时间都在跟我的发小打篮球然后回我外婆家吃饭，骑小电驴在我老家转，听上去很美好很美好，大家又都是同龄人，小童、晨晨、石头，父母那一辈都是很厉害的演员，拍的时候大家就是跟着爸妈走，跟着感觉就把戏给演完了，不知道自己演了什么就演完了。刚进组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就过了吗？张开佑导演是不允许我们去录屏，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表演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最后可能就是因为很自然很温情，大家都很松，然后就觉得演得好，就会收获这样子的评价，播出反响也不错。但是当时我在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戏会带给我很多正向的反馈。去年其实就是花少之后就是小巷，小巷之后就是现在就出发，前年吧，这些都是前年吗？前年吧，历历在目。
现在周润发也是当时就是参加一个综艺，大家都是熟人，就一起去放松玩，结果又当时想着无所畏惧的一些表现，反而让大家觉得人蛮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越不要对某个事情有期待，它不管是给你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反馈的时候，你就越会觉得怎么样都好，变好了还是惊喜，不好也就那样吧，只是人生的一个篇章而已，就有了这样的感受。但是话虽这么说，反正还是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角色项目在播出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就比如说现在爱是愤怒的那个角色我也是很喜欢，电影要上了619那个角色也是拍摄时间很短，但是很累，就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再挺过去那样子的一个。那是你挑的吗？对，因为我选的嘛，我也负责情绪的那个极致性，身体上付出的苦啊，还是挺累的。第一次拍到就是直接低血糖晕倒在那个沙地上，但是对那个角色也付出了很多的热忱。角色打动你的是什么？是这种绝境感吗？有2个点吧，一个是角色在失控边缘的时候是很有魅力的，一旦观众或者甚至演员自己都不知道我在下一刻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角色一定是有魅力的，因为他会做一些我们都无法预期的事情。另外一个点是，其实整个故事大事件在整个故事1/3的时刻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在故事的2/3里面，这个男主其实一直在一个愤怒，因为这个电影的爱是愤怒，所以愤怒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主题。在2/3里面，如果你一直在用一样的愤怒的话，其实会让大家觉得你有病。但如果你能够在那么多一段时间里面把愤怒拆解成不同的层级，或者说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对表演很大的挑战。原剧本其实更文艺一些，它有很多的空镜的表达，环境的描写，然后人物心理的表达，那些东西其实是在演之前只能是通过文字来概述，但那些东西在成片里面是不一定会有表达的。所以我看的时候，我那颗文艺的心也被激发了起来，就会觉得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出现的话，应该还是电影之路的小迈步吧。在剧上我可能会尝试一些离自己没有那么远的角色，但我觉得电影就是要尝试一些日常生活中根本接触不到的情绪，接触不到的人物，接触不到的故事剧情，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去饰演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但是其实你的大部分角色还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的，就没有那种，其实是我个人更喜欢，或者说我自己对自己表演的理解，我是觉得更生活流啊，更把动作跟台词揉到一块的表演方式是我自己更舒服的。但为什么接下来要去演古装呢？还是希望证明自己，我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就尝试。你相信生命是有轮回的吗？你说我没了以后我会出现在另外一个，没想过，但是我相信的，因为我看过一些这个东西，我也相信宿命论这个东西。我想到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啊，比如说古装也好，什么民国也好，现代也好，它其实都是人物。我觉得人的生命就是有轮回的，在我的价值系统里面，可能同样的人，同样的命运，它只是披着不同的外衣，在不同的时代，让它讲述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科技水平不一样，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人的内核，对你的爱、你的恨、你的愤怒、你的慈悲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古不古装其实它只是一种造型，它只是一个话题的讨论的宽泛程度。比如它在宫廷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语境，它在江湖又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角色背后题材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人物。这个人物他是不是身上有真情实感的发生？我看过很多戏啊，他的爱恨都无缘无故的，我就接受不了那样的剧，感受到他是强制被要求此刻要有情绪，他的情绪是被安排出来的，而不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短的视频打动你的一样，它即便短，它即便只是竖屏或者是用手机拍的东西，我具体我不知道啊，但是它是真情实感，它就打动你。我是这么看待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物身上他会有让你心动的部分，是让你感受到他的真，你可能就有力量跟他连接。同意。我这种劝你演戏的方式是不是挺好的？已经都洗完一轮了，对，已经答应了。你有过那种特别负隅顽抗的工作吗？就死活不去？死活不去没有。哇，我要颁一个奖给你。就我现在反而是什么都尝试，但跟我八竿打不着的工作也不会找到我，除非是人情世故的项目，或者说是个人的角度来切入说，我跟你关系好，你来演我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这个我是完全不接受的。就即便是你跟我有仇，如果你的项目好，然后你认可我的能力，我认可你的制作能力，即便我们个人层面上有矛盾，我依然会接这个戏。但如果你的剧本是不 OK 的，你跟我关系很不错，把这个项目强加给我，那我也是不行的。就这种拒绝你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我完全。你觉得你是一个善于拒绝的人吗？
就人情世故在你这里压力大吗？挺大的，得斟酌。其实我就是希望世界 peace and love 的话，往往很多时候需要自己有一些退让跟让步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没有棱角的原因。那你是畏惧冲突型的吗？畏惧冲突型，回避型人格。回避型人格是不面对真相，畏惧冲突他只是不喜欢面对冲突，会以退的方式避免冲突。为什么说自己是回避型？回避型也是啊，就是不只是感情关系里，其实跟家里人也是，朋友们也是，对相对亲近的而言，大家都会觉得我经常会，比方说有冲突，然后感觉要争吵，或者说要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都是。这不是回避型，回避型是比如说我很爱你，你会觉得这个人爱我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我不敢承受这个爱，我就会躲掉。那我不是回避型。回避型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真相的回避，而不是对冲突的回避，这是我的理解啊。跟回避相对的焦虑型嘛，我测出来也是回避型。回避型是比较把责任归因在他人身上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恶心的地方，就是对待外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把问题的根源或者说纠责揪到自己身上，但对亲近的人，我往往会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然后把自己身上的问题甩掉。你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害怕因为这一点被攻击吗？反正最近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绝对的真诚、绝对的坦诚相待的时候，即便你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人，大家也不会讨厌你。我持不同观点。是吗？即便你掏心掏肺、真诚以对，一定会有很多人被此打动和真诚信任你，但同样很多人会利用你的这一点攻击你。我还没有见到这个险恶的一面。就是当你真诚以待的时候，其实如果抱着一个预期叫我足够真诚，我就可以获取他人的信任，大概率会失望。我觉得真诚是一种选择，他就不能抱预期。抱预期肯定会失望，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存在着坏人。那就不要对所有人都真心以待，上来还是要对某个人有判断吧。如果这个人是可以让你坦诚相待的话，再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先筛选掉一些，我觉得我也是做了筛选这个动作的，我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坦诚相待，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还好。可能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现在践行到目前也还时间不长嘛，我会听进去的。这个点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吧。就是我从来不考验人性，因为我觉得人性经不起考验，相信人性无异于赌博。我还是有的时候就觉得也无所谓。你选择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要承受什么结果，这个结果你能承受，我觉得你可以去放纵或者叫任性。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一种不知名的状态，你就去笃定，很大概率会受伤。明白。因为我们公司很多的演员啊，他们都很不喜欢自己被称为流量艺人。你现在就是很受欢迎吗？你会排斥这个称呼？流量艺人吗？或者说有流量这件事情嘛，对你来说你会害怕或者排斥吗？也会吧，也不会。比方说大家有一些营销号啊，或者说一些视频，他会把你的标签就贴成比方说95流量小生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因为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首先够不上流量的这个位置，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会觉得可能会丧失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权，可能生活的自由度都会被严重的影响。成名当然有好处，但是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名声的同时，要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的。我想做到的事情也是能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达到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我觉得这个目前我做的还可以。既能够在工作之余闲暇之余享受我的生活，就我有这个选择的权利，这个时间我可能需要休息了，我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我要把工作填满我的生活，就是我现在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有一些真的走到那个位置的朋友，他们可能就相对来说能自主选择的空间比较小了，因为他的行程都会被人跟着。对，这个只是私人空间的部分。那比方说所有的工作是真的是他自己想做的吗？戏是他自己想接的吗？不一定，因为他可能就会被东西所裹挟，他的历练太长，他的历练太长，所有人都会 push 他。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首先我的团队包括艺兴对艺人的态度，他不是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会给我们洗脑，但是依然在尊重我们自主意愿的前提下洗脑。如果你洗完我没被洗成功也就算了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还算人道的地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微妙的平衡达到的还不错，然后我也有时间陪家人跟朋友出去，当然会损失掉很大一部分自由的空间，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作为所谓的流量艺人需要承担的一些东西吧。运气是好的，我的就是没有变成失控的样子。我觉得你很清醒，我总结一下你的清醒啊。第一个我觉得你是个有警惕性的人，很多人是这个职业的人啊，他
他是沉迷于一种被喜欢的状态。我观察过，比如有的人可能在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几万人为他欢呼呐喊，那个东西的上瘾程度啊，就你能感受到他的灵魂都在燃烧，他太享受那个舞台了，他太享受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所有人都如此的喜欢我的那个状态。我没有说这不好啊，做这个职业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但这个东西同样也会让人迷失。被喜欢的迷失是一种，用我的话说叫正反馈操控，就是我用这个事情不断的给你的正反馈引导你一直干这事儿，一直干这事儿。其实它是很隐性的危险，你知道有时候负反馈你还会有警惕心，你会知道啊他说的可能不对，我要警醒自己。但有的时候太被喜欢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我觉得你还蛮清醒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优点，是我很知足，就像我做这个行的原始动机一样，就是希望拿到一个白领的工资。让我觉得已经非常梦幻了的点，就是回到自己家里面，看到爸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很健康的时候，然后我比我同龄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同学们，生活都更优渥的时候，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然后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更多的可以去选择出我休假或者说享受人生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已经非常知足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优点。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比方说未来到期后，比方说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我会做一个取舍的。那我是要继续干这个还是干那个，就是开放。但如果比方有真的好的影视项目机会，我一定会选择继续拍戏。真的有机会像你一样，我们能去看看世界，去学习一些东西，我也愿意去。因为现在的生活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好的东西，就是我的爸妈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形容你现在的工作，你会觉得他们跟你在两个世界，但努力想要去支撑你的那个样子是很辛苦的。他想帮你，但他又帮不上忙。他帮不上忙。对，就是其实你现在收获的是超越了你当时的预期的，所以你就其实是满意的嘛。对。那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不满意的就是我希望演的项目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预期去走的，在某一些竞争中，其实没有拿到自己最后想要的结果。对，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角色，因为各种原因，这很正常。就像有时候我想签约一些艺人，他最后没有选择我，他选择一些很烂的经纪公司，缘分。我就知道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因为他确实就没有实现嘛。因为我们不忽悠人嘛，他们可能会承诺很多他们最后做不到的东西，我是从来不做这些承诺的，但是也没办法。我觉得不被选择的时候，不会去想是因为我不好的，可能他们此刻彼此需要的一些东西，正好彼此能够给予，恰好我不能给予，但我不会因此而去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有一些东西可能要你演，或者有一些事情它就需要有一些非常规操作，你也能拿到，那你要吗？你不会去操作的，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最终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机会属于他，那个就不是你的机会，但是你会有真正属于你的机会的。我是非常相信磁场的这种相吸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更看重那些虚的东西，最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格局。这真的不是自我安慰啊，是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互相选择之后看到的结果。在人与人的工作里，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不信任这个人的能力，或者不信任这个人的人品，我就会选择不要合作，不管他身上有多少有利可图，我都觉得我可以不图。但我就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对齐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博弈的。你是在单纯的做艺术创作，但他们是在马局做生意，就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一直觉得人生要以暴制暴。如果在我还很弱小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回撤，没有别的路，让自己长得更大一点。明白。因为有的时候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不匹配的时候，东西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匹配。明白。不匹配你就是拿不下来。人的进步往往都是由那些得不到的东西牵引着走的。我妈就跟我说嘛，人生失意处正是修行时。她就觉得现在应该让我修行。唾手可得的东西就是你的舒适圈嘛，那你就会迷失掉的。只有那种你有想要，你还差一口气的时候，你觉得原来我还不行，我还该再努力。也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强大，变得让我的职业道路变得特别矛盾。一方面又想要让自己在这一条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点，或者说更往上走一点，然后可以拿到自己更想
要去的角色，或者说去演更想去演的戏，然后另外呢就是又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失控，它是一个很矛盾且冲突的事情。因为你在玩一个难的游戏啊，你搞的是微妙的平衡啊。对对对，在搞这个你要是要搞极致的奋斗，你就没有这个冲突了。那就是因为你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最难实现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是一种1+1+1+1，就别人可能有一个足够多的流量就完成的事情，你可能就是得流量加口碑加好感度加演技加其他的外力，你才能跟他打一个回合。就如果你不玩那个游戏，你就得用别的方式去强大自己，这就是选择。同意，我还是觉得运气挺好，就是像参加综艺会被大家喜欢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焦虑去之前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人喜欢，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人骂，然后刚播出那几集确实被网友揪里面的一些点的时候，其实也在一个很内耗的状态，但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现在就出发，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好玩的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感受是还是觉得蛮不错的。没想到自己还有能被大家喜欢的真实的一面，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赞许，就是你做自己就可以被大家喜欢，对，其实就很快乐。就是这个是我从综艺上反哺到我拍戏上的一件事情。刚开始参加综艺，大家会说担不担心综艺消耗你太多的演员的这个对你的神秘感啊，多少会有，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反而是我觉得花少和现在就出发反而让我在表演上放掉了一些枷锁的。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律，就你只能通过这件事情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它很多时候是一种排列组合，就这会儿干干这个正好给那个填空，干干那个加分，结果反而还出乎意料的不错，总归是你的命了，接受命运给你的馈赠。腾哥说还是您自己的造化，没错的。过去觉得好多时候一个经纪公司有多厉害或者怎么样，我后来才意识到大部分人我觉得是艺人自己的命。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优秀的人大有人在，就凭什么我红了凭什么他们没有我好吧。就是学习也是那个时代里觉得身边的优秀人那么，但最后我真的是选择权最多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我无法知道原因，但我可以知道当我拥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份馈赠你是滥用它还是珍惜它，会决定你是不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凭什么，你就是得到了，那得到就用好它。明白。你明天走吗？没有，明天休息，大后天走了，大后天去录综艺了。去哪里啊？西双版纳。哦，那不错。但那个综艺也挺累的，叫寻宝藏，跟一帮同龄人好朋友们一起去在一个村庄里面找线索，找一个节目组藏在很深的地方的一个宝藏。这时候的西双版纳有点热。对，上一次录的时候快颠了，都快中暑了。每次都在那里吗？我们这一季在那儿，第一季在杭州。好，就这样吧。好呀， over 咯，拜拜。